然后我们俩相处已经1年多了，我呢想继续留在济南，他呢就想在青岛，可是呢他就是非常的迁就我，为了我也留在济南。他父母那边呢就非常就是想让我们2个抓紧时间，1年多了，他这边呢就死活吵着，非逼着我，非得见家长。可我呢就是一直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。其实我真正的原因可能心里面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但是其实我还是真的不想太让他知道这件事情。他如果接下来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继续再逼着我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们俩还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。这样一对年轻人，他们的情感之路去向何方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新22岁，来自山东，工程设计师；女嘉宾小青22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幼儿师范的老师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看到他们俩就想起年轻真好哈。谈几年恋爱了？我们俩谈快1年了。为什么来啊？今天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们俩之间最近老是发生了一些矛盾，闹得彼此都是不是很开心。为什么闹呢？因为我现在已经工作实习了，我想在济南陪着他工作，然后家长想让我回到家里工作，不放心我在这边，以为我骗他们找了个女朋友怎么着，因为我以前比较爱玩，我想让他陪我回家见我父母，他就是死活也不肯。你希望在济南陪他，所以你要带他回家去证明你是对的。对，但是他不肯去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不肯去呢？因为第一我还没有毕业，面临着马上要实习找工作的问题啊。第二呢，我在济南这边发展的很好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希望留在济南发展。不是，人家不是说到济南吗？只是让你去他家里见见他父母，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啊？但是他当时他跟他父母说的是，我强留他留在济南的，是这样子的，夹在我中间，我里外不是人。后来我弄了一个骗局吧，然后就是让他见了一次我父母，也就10多分钟。啥骗局啊？有一次吧，我俩一块儿就是去逛街嘛，然后晚上了，然后我跟他说咱俩吃点饭就回学校吧，他就二话没说拉着我打车。我说你干嘛去？他说你跟我走就行了。当时我没多想没多问，我就跟他走吧。结果去了那儿一看，一打开房间门，他爸妈还有几个叔叔阿姨都在那儿，跟他说过。但之前我爸我妈来济南我也不知道，是咱俩在外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们来济南了。出于人之常情的话，我第一次见他父母，我还是跟他父母聊了几句。你跟我父母聊了那几句，你后来跟我使什么眼色让我把你给带走？后来我带你出来，你还扇了我1巴掌。我当时就在火头上，因为我之前我就很反感这种事情，我跟他说多少次我不想见父母。见了之后也没吃饭是吧？吃了一点，当时。然后使眼色就出去了。对，我看出他不开心了，然后我妈一看我真带一个女朋友过来吧，挺开心的啊。然后她也放心了，我看着赶紧带她走吧，我害怕万一在那最后再闹得不愉快。反正后来出来之后，他扇我1巴掌吧，我也感觉他是打你肩膀了，还抽你嘴？抽我嘴巴子。你就给他打啊？我妈已经放心我了，我能留在济南了，挨1巴掌无所谓，那么大小伙子。好。这也是过去之后，她有3、4天吧，然后不理我，也不跟我说话，然后就打电话她闺蜜嘛，然后她闺蜜跟我说她妈生病了，她又要考试，然后没法看她妈妈。我当时我就跟她说，我说我要回家一趟，我妈叫我回家有点事儿，然后我偷偷去了她家看她妈妈。晚上回来我还没等我到学校的时候，她在路上给我打电话，又跟我在那横起来。那你说这事我能不发火吗？本来我父母就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尤其是他是专科，我是本科，本来家教就很严，他希望我找一个学历相当的。我专科怎么了？我从小我就学习不好，我感觉我上个专科我就挺不错的了。所以我也没有说你什么呀，至少我没有说你，但是我父母那边是这样，他不知道咱俩谈恋爱，你这样一意孤行的去了，我妈直接打电话。肯定还得让父母知道专科，提前知道怎么了。但是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来不跟我说，任何一个女孩能不生气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他都跟你说了，只是你没有同意，所以他一意孤行的做了。他不是没说，他没说。他有没有说过去你家？他没说。他有没有跟你提出来过说让你带他去你家？没有。说过没有？说过。哎，你这能忍得了啊？你不跑什么？你真能忍啊，兄弟！我们跑了一次，就这。真跑啊？真跑了。跑哪儿了？跑天津。跑我们天津来干嘛？过来找同学。就是我从车站还没有回到学校嘛，他跟路上跟我在那吵，我当时我就特不爽，我又不敢回来，我回来之后我俩又得吵，我寻思我出去避避风头吧，
然后可是也没有你这样的，他一走失踪就是2星期，我打电话手机关机，发短信就是不回。那我在外边找我同学，跟我同学一块干兼职工作，我也没干什么事呀。但是你这样一直下去，从来都是什么事都不跟我说，这是已经形成你的习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是很抵触的。我在这几天我也没浪费时间啊，我在这不也工作，也在这散心嘛。后来我不也好了嘛，我在这几天就是，反正我也想开了。就想回去哄哄他，以后回去好好过吧。好像事情已经发生了啊，就当时买了礼物，然后回来找他。当时找他的时候，他在那玩手机，我就在他背后瞟了一眼，他就是在那玩 QQ 空间，然后就发现他有另一个 QQ 号。你有俩 QQ 号？对，我跟他承认了，我有俩 QQ 号啊。之前因为我一直没有告诉他啊，我其实打心里是不想说的。俩 QQ 号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当时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，就说让我别多问了，就是一个男的，然后一个男的还能不问？他也不跟我说呀，我也不敢再多问。那你也得问呐，我怕他生气。我就是打心里不想说这件事情，也不希望他多问。是有男的是吧？有。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在想，今天要不要说这个事情？或许今天我不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还是说不出来的。在2年前，我谈过一场恋爱。然后那是算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恋爱吧，彼此就是比较付出真心，因为我经常演出，那是我的一个舞伴，我们一起去北京演出之后，慢慢的就是有感觉，就喜欢上了对方。我们俩也是异地恋，就是他在北京，我在济南，然后平常都是靠视频啊、打电话什么的。就是2年前的一天，就是突然一场意外，就是得成了一场大病，然后就突然间去世了，对我打击很大。就直到现在，我是心里还是很触动的，我就不想去说这些事情。这2年来，我一直是晚上夜里一个人，就是跟他在留言板上呀留一些我想说的话，就是从内心里边说一些话，就包括我谈了男朋友啊，或者是我男朋友对我很好，买很多东西，我都会在空间给他留言，因为我打心里我感觉我已经放下了，我跟他之间就是还是很好，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很好。就是每当他说要逼着我见父母的时候，每次我要到空间给他留言的时候，每次当我打出这几个字，就是说男朋友要带我回家见父母，我总是犹犹豫豫的再把这几个字给删除，我还是说不出来，可能在我内心里边我还是无法忘记的。所以今天我把所有的全部都告诉他，我也希望他能够从内心里边去理解我，因为之前我俩一直很好，我也感觉到我们俩在一块儿，我能打开心扉的跟他去交流，跟他去谈恋爱。但是每当他逼着我见父母的时候，我还是做不到。可能主持人你内心没有，你没有经历过这事情，你心里是感觉不到我那种感受的。我每天都是就是跟他就像一个不可缺少的朋友一样，每天我都在会给他留言，不管我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他说。但是每当触碰到这样见父母的时候，我还是说不出来。去帮他把眼泪擦了。你天天跟他聊天？对。他去世2年，你每天都坚持，对吧？是。所以当你给他打到说我要去见我男朋友的父母的时候，你是打不出来的，对吧？或者打出来也删除了，是吧？你是在内心觉得说一旦我见了他的父母，实际就意味着我要嫁给这个男人了，对吗？对。所以你现在其实还没有做好嫁给他的准备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跟他直接说呀，为什么不说呢？但是之前我俩的感情是一直很好的，就是除了他逼我见父母这些，我俩之间还是每天都很开心。之前不知道他说的这么一些，听完了知道了哈？知道了。听他说完这一些吧，我希望就是他能早一点走出迷茫，就是能够早一点跟我见家长。姑娘，到底是你的父母不让你谈恋爱呢，还是你其实不想见他父母呢？我不是不想见他父母，只是我感觉没有走到那一步上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彼此的去了解，我们还年轻，才22岁，我只是不想那么着急，我受不了他每天都在那逼我，我受不了这是这个。那你有没有替你现在的男朋友想一想，如果你不见他的父母，就意味着他没有很好的理由留在济南，你们就要开始异地恋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准备了，他可以回青岛，我不持反对意见，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他跟他父母是说以我也就是说他可以回青岛生活，是吧？对。
你们俩可以分开，对吗？对。你觉得这样对他公平吗？但是他这样对我也不公平呀。见父母没什么呀，没让你们订婚吗？但是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。这有什么呢？但是在我心里，这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。什么正式的事情？见了父母的话，在我的心里，我觉得跟一个故去的人2年多的时间，每天都写，在我的心里，我觉得那是好深的爱。我不认为那是一件没有爱情的事情。怎么办？但是我们俩在包括我交男朋友，包括他对我的好，也就是说2年多你一直在跟2个男人谈恋爱。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2种爱。那怎么是2种爱呢？一种是在内心深底的，就是他走了之后，我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我打不开自己的心。但是我对他的爱是那种不舍的爱，我对他的爱没有不舍呀。你说他可以回青岛啊？对呀，可以，但不代表我俩就此就结束啊！不希望他以理由来逼我。你能为他做点什么呢？你能为一个你曾经爱过的男人，在心里跟他说了2年的话，你能为现在这个男人做点什么呢？只是作为他的女朋友去见一下他的父母，说叔叔阿姨放心，我们在谈恋爱，仅此而已。但是我做不可以吗？我想，那你能为他做什么呢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我想知道你前男友去世的时候，你有参加他的葬礼没有？没有参加。你有见过他的父母没有？没有。他有提出过让你见他的父母没有？提出过。你当时是怎么想？我还是反对。你没有见？对。那么当他在医院里头，你为什么没有能够探望？我没有去医院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知道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……就是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对。你一直没有来得及跟这一个男生正式的告别过。对。而且你还非常的愧疚，当初他希望你去见他爸妈的时候，你却拒绝了。我没有愧疚。没有愧疚。对。好。还是回到我那个问题，你能为这个男人做点什么？你不是爱他吗？对。爱是可以改变很多，对吧？你信这个吧？爱也能战胜很多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爱不能战胜你心里想的那一点点东西呢？你告诉我。我心里做不到，打心里就是做不到。对。我对任何一个人，我估计也做不到这样。应该怎么办呢？来，丘比特问卷。的确，山东也好，河南也好，都还是蛮根深蒂固的有这样的观念。他们的确会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谈恋爱期间最好不要到男方家里去，而一旦去男方家里，一般来讲都会给一些礼物或者第一次上门的红包，一旦那个东西你拿也不是，不拿也不是，所以对于他来讲，他真的有他固执的一个操守在那里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且我特别不喜欢他这个状态，像你这样的男孩子，什么事情都要先经过爹妈，和什么事情都得靠爹妈，你拿什么养家和嫁给你？他凭什么要跟你去见？你连一份工作你都不能踏踏实实的给他做完。我想踏踏实实在济南工作，但是如果他不跟我见我父母的话了，我父母少来！如果他就是你留在济南的唯一的原因的话，那么算了，你没有理由留得下来。你都没有能力在这个城市待，因为我从小我比较爱闹，我自己如果我就口说无凭跟我家人说，我要在济南工作，我家长就以为我会跟一些坏孩子在济南，而不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份好的职业，哪怕你的老板替你打一个电话，或者是说你有一份合同可以证明给你父母看，除了带一个女朋友回家，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不是没有别的办法，是就这个办法。如果作为一个男朋友，你弱到这个地步，谁敢跟你回家呀？但是我当时我跟我家长说，我已经找了个女朋友，然后说我想在济南工作，我家长就说那你把女朋友带回来看。我当时也跟家长保证了，我一定会把女朋友带回去的。所以你们俩站在这里，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？是老师和学生。根本都不是一对恋人呐！我都不说前男友的阴影有多强烈了，他现在都没有资格做一个男朋友，可以跟他有那种小狗小猫的纯真的恋爱，但是一旦到有担当的时候，你还不是个男人呢，孩子。你什么时候能够拿着一份1年期的合同来告诉他，我可以1年不换工作了，并且把那份合同给你爸妈看，说我今年不能带媳妇儿回来，但是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了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，我才会说服这个女孩子跟你继续交往，否则的话，我会跟这个女孩说的是，给她时间让她成熟吧。现在她还不熟，还要求你跟着她一起去做不负责任的事情，算了吧。我听你说那句话就知道你有多么没出息。我从小我成绩就差，我考一大专我算不错了，
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，不是说考大专就没出息，你那堂而皇之的那个样子，就感觉我爸妈给我这么些钱读书，我凭我的这智商，我能读到大专，我就算对父母负责任了。个臭小子！女方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，而男方恰恰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。就这么一个臭小子，想要把你心中那位走了的人取而代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你是一个很矛盾的个体。也许你家人对你的谆谆教诲，告诉你，孩子，你要自重，你要矜持，你应该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。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又背叛这种仪式感。你为什么会找这个臭小子呢？因为过去太过沉重，而他恰恰能够给你带来一丝轻松，但又因为他的顽冥而不懂事，给你带来更多的相形见绌的烦恼。所以你对他也是矛盾。我问你，你觉得你可以把他心目当中那个人取而代之吗？你觉得我可以啊？可以。你看，你说这话就更证明你根本不成熟，但是不成熟是你的年纪。我告诉你，你再强大，你也没办法跟一个死人去较真儿，去取而代之，不可能。你瞧瞧，你谈2个月的女朋友你就带回家。我虽然说对见父母没有什么太大的仪式感，就一定要接，或者接了就不离，但是见父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，怎么能随随便便见父母呢？你太不懂事儿了。女生，你觉得他可以成为你的伴侣吗？我觉得我能够。你说实话啊，你在这说实话啊。我能够就是希望那个他以后就是不要再去做什么事都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觉得他能成为你心中的伴侣吗？你扪心自问。这个。他是你心里的那个他吗？只要我想我能从这一段走出来的话，我需要一段时间。冷静下来去考虑这件事情。你还要这样说？你把你自己的事儿了了先不行吗？你需要多长时间能走出来？都2年了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你告诉我。这个我。你无法保证。你无法保证，干嘛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呢？你既然那么不想去见他的父母，为什么要早早的开始这一段？为什么呢？但是我俩之前还是谈恋爱的时候，还是。都是挺为你从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一点，你可能一定不认同。你从来没有跟他谈过恋爱，你从来没有。不是，你不用反对，这是我的意见，你没有必要跟我较真。我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过恋爱，你还一直在跟前男友谈恋爱，但是我的就是这样，你在跟一块墓碑谈恋爱，就这样。不是的，姑娘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处理你跟你前男友的那个分离的情绪。在你心里还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许会在你心里住一辈子，但是你的生活里总是要有一个新的人走进你的生活，走进你的内心。你需要让你心里的那个人给新来的人腾点地方。当你还没有把心里的那个人安放在心里特别合适的角落的时候，为了对自己负责和对其他的男生负责，请你先处理好那段感情，再开始新的恋爱。男生，爱他吗？爱他。想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吗？想。回青岛，踏踏实实的干活，干出一个人样来，别再给他压力了，好吗？他自己给他自己压力已经够大的了。好了，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可能在这之前，你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一段故事。我之前做一些事情太逼你了。听你今天说了这么多之后，我希望你早一点从心里走出来。对于我和你的事情，我想我们再想一想。我也希望我能够尽快的从自己的心里这一段阴影走出来，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强烈的去逼我见父母，我还是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然后需要一段时间冷静。哎，事情挑破了，话都变少了，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看起来是一对小年轻啊，年轻人的恋爱好像觉得玩玩闹闹，没有想到女生的心里藏那么大一个疙瘩。我们会发现说，不是当一段恋爱结束的时候真的就结束了，
而是当你处理好了这段恋爱给你带来的快乐、烦恼，所有的一切情绪之后，你才可以打包开始新一段爱情。否则上一段恋情总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那段感情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请开门。这样的结果我觉得是最好的。祝姑娘早日走出来，祝小伙子早日长大。我心里也挺难受的，听他说完这些。我今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，我希望我也回去好好想一想，然后像张阳老师说的那样，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。